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7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上涨会到哪一个位置，或者是牛市时间会涨到哪一个位置。今天来利用周线的这个Pi Cycle指标，非常出名的一个指标，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，有可能要涨到2025年。当然我还是希望家人们不要去做空哦，包括这2天 Discord 社群上面程序信号是非常的多，但是最准的还是这个1个小时 VIP 组的，在昨天崩盘的时候，在$25,500给了一笔做多的建议。包括我昨天是跟大家讲，它是在压回大头肩底颈线的位置 25K 我计算的玄学的点位。有朋友也是说好像非常的准，因为上一次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在 19.5K 跟大家人们讲破不下去。包括以太坊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是跌到1800多，多单有做对尽量给我做，不过最近也会有给一些空单的建议，你要做的话，我个人观点止损也要设快一点，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包括日线以及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，包括我个人15K 的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报啊，以太坊 18K 的一笔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报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个大头肩底的底部啊，昨天是在跟朋友们讲，其实最近的那个 SEC 起诉币安也好，或者是我个人观点不重要，因为历史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自有比特币以来，大陆政府是一直在打压比特币，但是价格你如果去看以前的历史，低低的位置1块钱、10块钱、100块钱、1000块钱、1万块钱的比特币都是一去不回头，所以它就像毒品啊，政府越打压的东西越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利润，所以我个人观点不要去看空比特币啊。包括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大头肩底的颈线 25K， 那现在颈线已经是确认测试成立了，快要收盘了，因为8点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收盘有可能就是确立。目前的这2根 K 线它就是一根非常强势的多方吞噬，然后不光是我计算的这个点位有可能是破不下去，还有一点大家记得这2天的时间可是华夏24节气的那个芒种啊，所以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一般遇到24节气的窗口有可能会有大波动，但是猜不准它到底是要跌还是要上，但是最终来看目前还是在这个区间。那如果下一步上涨的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，我今天早上又计算了一下点位，还是一样，我们去观察就是这个大箱体 28.8K 如果能突破，有可能会把这个高点给过，下一步的一个压力位是在 32K， 当然整个长线的目标位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Pi Cycle指标。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就是历史上比特币重要的头肩底或者是头肩顶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这个大头肩顶跌破完以后，它这边会反复测试1次、2次、3次。那现在颈线测试1次确认完了吗？还是说它后面还会不会再确认？那我想交代几个支撑位给大家，因为这一根 K 线2根加起来它是一个多方的吞噬，后续我们去留意一下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点，它这边是有一个 N 型的转折，就是一个负趋势的 N 型转折的这个低点，短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，因为这2根多方吞噬一半的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更早的一些位置，比如说2020年的当时整个大头肩底的底部，它这边底部的时间是拉得更长，后面压回来的时候确认1次，也会继续压回来确认2次，甚至再压回来确认3次，后面是有一波这么大的一个分涨的行情。不过我现在判断的时间可能还是不同于这个2020年的时间，因为月线的20MA 目前还是向下的，昨天也是有提到，所以我个人观点有可能整理的时间还是会拉长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就是历史上也是跟家人们讲的有一段时间，一般有重要的底部，只要它第一波突破这种颈线的位置，2015年它也是会重新再压回这个颈线，
这种位置就是很重要的买点的位置，它也是会反复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后面有拉升，但是它也不一定会再大涨，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整理了接近200天。所以目前的位置，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还是在这个大箱体里面震荡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，也就是如果它整个大箱体下一步万一是突破了 28.8K， 那牛市未来上涨的目标，我刚刚是讲的那个 32K， 后续还要继续跟踪哦。今天要来聊一下这个时间，就是牛市的时间，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 Pi Cycle 指标去判断未来的顶部。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指标是非常的准啊，它只要这一条红色的线均线跌破这一个绿色的均线，一般死叉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底部的区间，甚至有这种黑天鹅事件，有跌破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低点的位置。然后它是在今年的1月初到3月的这个位置拉上来以后，因为这2条线现在是在交叉，只是它这条绿色的线还没有拐弯，就是前面的一些套牢盘还在这个高位，所以它这个位置还没有拐弯。但是我个人观点，只要这2条线是在交叉的结构下，特别是在前面的一些底部的位置，从死叉到下一步的金叉，底部的时间是200多天，历史上也是有高度的参考性。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位置，它在这个位置底部整理的时间只有147天，就是从死叉到下一步的金叉时间是有一点短，所以它后面洗盘洗的也会相对比较深。那么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这个位置的底部，就是这2条线红色的死叉，这个绿色的位置开始计算，到下一步红色的金叉这条绿色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个位置也是一直在下弯走平，所以这个区间有可能就是类似目前比特币 26K 或者是 29K 附近震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。它前面的这个位置死叉的时间也是够长，200多天，所以后面涨上去的一些高位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路全部都是在金叉的结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只要它没有跌破，收盘没有有效跌破这条红色的线，每一次有压回的低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的位置。一波涨到什么位置，我们今天就要来计算一下它这个上涨的时间。如果我们从它金叉的位置2015年就是这个位置开始金叉，计算到上涨的最高的位置，时间是接近800多天。然后19年的一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19年开始，只要这一条红色的线金叉这条绿色的线，时间是600接近700天。后面是在2021年的3月份，这边是建了第一个头部，然后是在2021年的10月份建了第2个头部。所以时间可不可以拉长，或者是我们下一步牛市的时间，我们就以600到700天来参考。我个人观点一直在做多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现在是在金叉，有可能下一步见顶的位置可能真的在700天左右，后面看到时候会不会见顶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时间拉长到800天，会不会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月份，或者是你再加个100天到2025年中的时候，到时候看要注意一些风险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日线最近的形态哦。现在是快要收盘了，我个人观点应该是确立这就是一根多方的吞噬，而且昨天的视频也是在跟家人们讲，下方是有大量，我相信是有恐慌的筹码在这个位置杀盘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，其实昨天是非常的强势啊，这一根最大的量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门神的结构，而且恐慌杀盘的就是已经被多方的主力给接走，所以再来一根这么强势的一个拉升。那现在整个日线的形态，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，日线是很好的一个背离的位置，就是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，2个低点是在走低，但是 KD 指标，所以短线有时候日线背离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转折的位置，就算它不转折，有可能跌幅这么深也是需要修正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